黄先生，现在外面什么情景？张简力促通州和平独立，以免生灵涂炭，伤及无辜，一同迎接革命军进城。但是你那个大清的官儿肯定是当不成。我虽留，但也绝不会迎他们进城。黄先生，同僚多年，赵英德，求您件事。您说，将我的家眷安全送出通州，各自遣散。好，只要有我黄某人在，定保他们性命无虞。赵英德，谢了。我就留在这署衙内。可这署衙都没人了，你留下来干什么？徐将军，多亏司先生斡旋，我革命军才能兵不血刃拿下通州。徐某，谢过司先生。徐将军，简生于斯，长于斯，绝不忍见通州父老再见刀兵。共和之运时矣，自当顺势而为。好个顺势而为！当今天下，朕缺像司先生这样的开明之士。多谢。高都督，别来无恙。哎，让你抢先了一步，惭愧惭愧。为表彰你率部起义，奠定通州和平独立之大局，武松军政吩咐，特请我代赠弟兄们年饷800元，回击女土匪300元，还请笑纳。高某代弟兄们谢谢了。见过3先生。眼下新旧交替，我革命军立足未稳，难保别有用心之人激化矛盾，妄心复辟风浪。还望3先生与我同心协力，共护通州安宁。徐司令放心，自当尽力维持。徐司令，就请率弟兄们入城吧。传令，迎革命军进城。不是朋友，朋友，朋友，大清的忠烈来拿下了，人人有份。来吧，来呀！天佑我大清！欢迎和平独立！欢迎和平独立！抗立民国！抗立民国！平均地权！司先生，找遍了通州署各处，不见赵英德的踪影。通州已经和平独立了，此后再无署衙了。唯有顺应大势，方能保地方平安。肩负上海上卓，由吴淞军政吩咐，派狼山镇袁右营游击许洪恩，率革命军抵通州卢京港。简
携通州诸军与其商定，和平独立，勿扰地方。万幸能保通州免遭兵祸，逃离之民纷纷回归，百业恢复如初。怎么了，一虎？司先生，沈大哥病重，快不行了。司先生，几位长辈都到了。三哥，单先生怎么样？沈大哥，沈大哥，四叔，四哥，都怪我呀！我不该跟沈大哥吵架，是我把他气成这个样子的。孟生，别这么说，你是为大生好。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啊，梁总，爹，走吧，先出来。大哥，建安先生说了，说您身体没问题，很快就会好起来。孟生，哎，大哥，孟生，我本天于野性，并无幻情，也怕自己心智不坚，所以写下来自勉。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8命9命可耻之官。你心智弥坚啊！可是你寒窗苦读几十年，这样放弃，岂不可惜了？我虽无意做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继之啊，咱们做成没做成你说的那点儿有用之事啊？
大哥，我们做成了，我们都做成了。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大胜。好，好，孟生，继侄不容易，你多帮帮他，别老耍女点小性子啊！我知道，我记住了。大圣有今天，我此生无憾。只是这外头兵荒马乱的。大哥，通州和平独立了，没打仗。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兰儿。大哥，有我在，有孟生在，兰儿您放心，啊。我放心。放心，还是那句话，有咱们仨，大圣垮不了。垮不了，垮不了，大哥，垮不了。国家分崩离析之际，必求统一维持之法，坚持立宪之说10余年，上移而下走。然当今之中国，共和是大势所趋，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举国同胞并受其福，务各同心协力，一致进行。各位啊，近日，各省都督公举代表派员会商，建立临时政府，统一乱局的办法。继之与我商议：一则上海交通方便；二则在下尚有在电报局就职的便利。我这西音堂便拿出来作为各位来沪商议之所。楚军兄，只要你不嫌我们吵扰就好。各位，我是抗竹军兄之凯，各省咨议局代表在此议事。我们朝夕相见于西音堂，可有一样，不管是否支持共和，我们不要伤了和气。对，说的有道理，有道理。继之，内阁多次来电，让各省代表进京商议君主立宪政题。你意下如何呀？自武昌事起呀，不过月余，已然风靡全国，可见大家人心所向，这个共和呀，已再难转换。如今呢，要顺应民意，以和平2字为念，不可再动刀兵，免得生灵涂炭。我想应制定摄政王，正告其，只有共和才能免生灵涂炭，保满汉和平。我愿联名致电。我等联名致电。我持立宪之说10年，而今确定君主立宪，对于今后之中国断难相容。只有从根本上政治改革，方能救乱。从内阁电文看，朝廷仍对共和政体存有疑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
各民族民俗风情不一，国民知识程度不一，恐难收统一之效。这些全都是清廷的推阻之词。这都是少数官僚出于自身考虑，不顾国家之安危。难道美国、法国都是有了共和程度的国民才有的共和体制吗？国家政体与民众知识水平高低没有任何关系。共和体制最适合我们这种幅员辽阔、民族不一的国家。总说得好，就请拟定给摄政王殿下的电文吧。写吧。武昌起义后，简致电袁世凯采听东南诸省舆论，大多数趋于共和。简又恐袁氏别有用心，再与血楼曹拟信函寄去，袁氏未复。简又主杨廷栋面呈，仍无回音。没过多久，见通州报载，清廷任命简为江苏宣慰使，又闻袁氏电报致函，任命简为农工商大臣，敦请立宪至忠，清廷视我为婢女。力倡共和时，袁氏重我入余粮。一夜变脸，啼笑皆非。简分别回电谢辞。诸位，自古以来，内乱一起，必有外祸相随。自武昌之事起至今日，共和政治之成已无可疑。然则，外人趁我乱局，瓜分之心又起。日本插手东北，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新疆、西藏、内蒙古日趋不稳。如不早日团结同胞，早安内乱，我大中华之分裂也近在眼前。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大总统由人民公选，各族皆有选举大总统之权利，皆有被选举为大总统之资格。较之坐受清朝意志者，大不相同。请诸公将此意移告蒙古族和满人，务各同心协力，一致进行。蒙汉同胞并受其福，祝盼佳音。张色公好啊！敢问可是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黄将军？正是正是，久仰色公大名，今日终于得见。于先生、太原先生、顿初，这位便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通州张简，张色公。色公好，色公好。诸位幸会，中午啊，在我这里用餐，我请大家吃羊肉，就是不知道这口味呢是移着南边呀，还是北边呀？哎，我们革命党人为了革命，踏遍五湖四海，口味早就趋合。这上海啊，位于这南北中间，我们听竹君先生安排便是，想必诸位都会满意的。好，那我就请大家吃羊肉火锅。色翁，如何呀？好啊，北方有涮羊肉，我们通州有蹄汤羊肉，做法差不多，都是在一个锅里吃肉，大家显得亲热。江宁啊，已在今日清晨被攻下了。加之西安、上海等城市也已独立，这清廷的覆灭已成定局。不过京城传来消息，袁世凯在英国公使的帮助下，迫使载沣交出了监国摄政王的大印，以纯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隆裕太后还颁下懿旨，要求亲贵不得干预朝政。说明大权实际已为袁世凯独揽。色公，袁世凯与您曾有师生之谊，叫人
有个不情之请。主公的心愿，张简明白。因此呢，在上个月的月末，已经给袁世凯致函，一则政体关系民众，当交全国国民共同讨论。正该如此啊。二则呢，各省表示独立，因此若再以君主的名义召集，那一定会有人表示不愿服从。色公说的太好了，原本还以为要费一番口舌才能说动色公，没想到色公竟然如此深明大义。三则呢，现在首要任务是停战，因此我再次拒绝北上，愿居中调停南北。好，色公高义，我等当以茶代酒，敬色公。色公请。敬色公，敬色公。诸位，我勉力调停南北啊，主要是实在不忍心看到中国目前之分割现象。所谓各省独立，它是相对于清廷政权的独立，并非是独立于大中华之外。我之所愿是共和政治，乃是和全国各地区形成一个大的共和国。张简心意，还望诸君能够支持。色公的良苦用心，还有竹君先生设计这面五色旗之深意，我必会当面转告孙文先生。好，正好水也开了，来尝尝我们的羊肉火锅。来，吃。好，来。先生，还有些不舍。只是感慨呀，这辫子留得确实够久了。日本颁布散发脱刀令，鼓励国人剪掉发髻，比我们早了整整40年，时不我待。可惜我大清朝办洋务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进行，却几乎未能涉及脑袋上的事，不论是头发还是思想。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今天，帝之中，共和盛。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获兴盛。见。不要乱，一个一个来，孙先生都会一一为大家解答的。孙先生，您回国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的未来如何？请您谈谈对局势的看法。有人说您从英法协巨款回国，要支持武昌革命，是否确有其事啊？为什么这样问？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请告诉大家，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我这次回国啊，没带巨款，我带回来的就是革命精神。来，这2把凳子放在中间的位置啊，一定要聚众，
哎呀，后成啊，你的这个发型呢，很洋派啊。这个，哎，老饽子，抹姜，白面包，吃姜。我现在浑身都是姜味儿。哎，进去再搬一把凳子出来。真有这样。四弟啊，这孙总统请你就任临时政府的财政部的总长，你怎么给推辞掉了？哎，三哥，我又没有点金术，财政的事情真是干不来。哎，你看见我了吗？看是看见了，三哥，您在这个里头是反的。反的？嗯，我来看看，我看看。嘿嘿嘿，还真是反的。是吧？这个临时政府啊，刚成立，百废待兴，它不正是你发挥才干的好时候吗？您说现在时局未稳，那什么才是国家的根本呢？依我之见，还是实业。你的心思我明白，如果实在推辞不掉，我看你呀，就去实业部，干一番踏踏实实的事业。哎，三哥，说心里话，真是勉为其难啊！一旦有人接手，我还是回咱们南通来。三哥，四哥，外头鸡都放好了，就等您二位呢。好，来，三哥放。来，照相吧，照相吧啊！来，哎，江总啊，这是您的位置哦。三先生跟四先生坐这儿，坐，四先生来，四先生坐这儿。来，大家。我说您得坐这儿。哎，亮总你在中间啊。好，我们来一张新年新政的第一张合照。好，那大家待会儿都看我这里啊，看这个镜头，好吗？来，大家再往中间聚拢一下。好的。来，我喊3、2、1啊！3、2、1。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我就任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职务。我已请辞，并作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供其参考。不想又委任我为实业部总长。我思考再三，临时政府刚刚成立，若再推诿，则有负诸君之望也。所以，我与黄兴约定，暂代实业一部，以俟能者。请进。总长，在民国政府办公可还习惯的？哎呀，这房间是够简陋的啊！啊，共和政府出力嘛，简朴些好。找我有事啊？胡汉民秘书长请你去见他。估计是银子的事儿啊。8万新军投奔革命，可连这第1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胡汉民十分着急。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既无税收，又无资产，压力的确很大。走吧，别让秘书长久等了。张总长，胡汉民，方才陪大总统去开会，没来得及见您，别见怪。哪里的话，想不到胡秘书长如此年轻，久仰久仰。不知您找我来何事啊？孙大总统的意思是，希望利用张总长在商业人士中的威望，筹集临时政府急需的军政各费。年前啊，为了筹备临时政府，我以两淮盐政总理的身份担保，跟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0万，规定是1个月之内还清。阁下刚才说的军政费用，恐怕不止100万吧？张总长，如今临时政府初建，南北局势未定，现在的形势如何，想必你也很清楚。
形势我当然了解，只是现在金融困窘。孙大总统对张总长寄予极大的期待，还望您务必想个解决办法。好吧，我来想想办法。那就拜托张总长费心了。今の時点では中国の臨時政府と朝鮮の体制どちらか我々の目標にすべきか。もちろん臨時政府だ。創設したばかり、まさに利益を集和する最良の機会です。朝鮮は要職にいる以上、彼も同様に重要だ。我々臨時政府への第二弾借款を一日も早く実現すべきです。こうすれば体制一つだけではなく、臨時政府のも我々に制御される。よろしい。どうやら策の方が西村君はよりもっと上だ。裁军之事，胡秘书长什么态度？后生，不止袁世凯一个人在备战呢。或许孙总统要逼袁世凯一把。可是这个分寸你怎么把握呢？一旦开战，得有多少人送命？司先生，你了解袁世凯的，他根本对革命、对民主没有兴趣。万一他就任大总统之后开始独裁，数万万人的期待会落空，维新立宪派10多年的心血将付之一炬。后生，如果说非要以战定共和，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是此时临时政府筹备军备，以达到跟北方袁世凯的抗衡，也许不无道理，至少可以保百姓平安，免受战乱。真是硬着头皮当这个事业总长啊！这么大一笔钱，真是得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您新任两淮盐政总理，那边盐田的税赋每年上百万，有无可能从那边先提笔银子来充兵饷？两淮盐田早就被高宝山派兵占了，我给他打过多少次电报。1两银子也没要出来。没有您的点提，他高宝山什么都不是，竟如此不讲情面。好，蝇头小利都能试出人性，何况是两淮盐田富如金矿。三井洋行已经多次催要上年12月的借款了，可是我们现在不光要还这30万，还得去另行筹措那100万的军政费用，上哪里去找那笔钱？司先生。后生，为保一方平安，回南通去。无论如何，想想办法。凭什么要咱们筹措这30万呢？还要拿大生来做抵押？我不同意。孟生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你就好好说呗。你三哥，当初借钱的时候我就不同意，可是四哥呢，只是发了一封电报过来的，不征求大家的意见，自己就签字了。现在呢，要还钱了，知道来商量了，还要咱们大生做抵押，我绝不同意。江董，当初是形势紧迫，四先生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所以才出此下策。后生，你是干什么吃的呀？你是咱们的经理，别忘了，当初三井洋行这么痛快的就给咱们借钱了，看不出来吗？这就是一个坑呢，这是特意给咱们挖了个陷阱啊！你们就乖乖的往里头跳吗？我也知道三井的这个发展行了，三哥，后生，这事儿我不管了。哎，孟生，这事儿你怎么能不管呢？你是管钱的，你不能不管呐。孟生，据我所知，
季直的想法是这样的：武昌起义以后，北方的土布生意非常的冷清，致使我们的棉纱出货也不畅，资金回笼非常的困难。这些你都是知道的。所以季直想在三井洋行再借30万，等有了钱，年景好了再还不就完了吗？三哥呀，四哥的意思我心里头明白呀。哎，我现在是想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钱庄的，为什么我们偏偏只找三井洋行借钱呢？可以找别的钱庄借钱吗？别的钱庄也可以呀，没说不可以，只要年利率不高于7厘。哎呀，有话你好好说。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拿大生做抵押，让我江梦生上刀山下火海，怎么都行。江董，四哥，孟生，你要去哪儿啊？我去拆东墙补西墙，替您老人家还债去。你能拆借多少？我还能拆借多少？把这30万的窟窿补上，保住咱们的大生，我就算谢天谢地了。各位，那30万我是替临时政府借的，与大生无关，我不会把大生赌进去。霍生，你刚才所说拿大生做抵押，怎么跟四哥的话对不上啊？怪不得后生。当时回来的路上，我有点心急，可能是有这个意思，但是现在我想好了，不会把大生赌进去。季直，我不管你怎么做，你不能冒险。三哥，各位，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方方面面都需要钱。我无论是作为一个总长，还是一国之公民，都不能坐视不管。四哥呀，我就怕你唱高调。高调好唱，可是这还债呢，那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呢。正因为是真金白银，才不能采取拆东补西的方式。这个问题不是东西的问题，要南北着看。如果我们拆东墙补西墙，临时政府的财务窟窿会越来越大，袁世凯在北京虎视眈眈。我想请问各位，如果南北方一旦发生战乱，倒霉的是谁？老百姓。毁掉的是什么？国家。岂止一个大生？大道理不用讲了，你就说下面该怎么办。我已经致电史良才，让他在上海为临时政府筹款。南通嘛，孟生再想想办法吧。我想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呀？啊，我红口白牙的，我要不赖钱，我只能去借，有借有还的借。那就借吧。好，我去借这30万。咱们大生用什么还呢？不是30万，是80万。30万还给三井洋行，其他50万交给临时政府。什么？80万？30万我们尚且都还不上，这现在借80万，可是陷我们于万劫不复啊！孟生，我们大生从无到有，做到如此规模，你还信不过我吗？借吧。
现在恨不得找棵树吊死在上头。可这儿没树，但是我心里头有棵树，那棵树就是大圣。谁也别想动我的大圣！季之，怎么又出来50万呢？莫少，莫少，莫少！